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哎呀，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真是气死我了。我从事婚恋服务这么多年，见过的奇葩男女不少，但像小陈这样的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先说说小陈的情况吧，他今年35岁，在一家外企做高管，年薪50万往上。长相嘛，坦白说属于清秀型的，保养的还不错，但也就是普普通通，绝对不是那种回头率特别高的美女。前两天他找到我说是想找对象，一开始我觉得挺好，像他这样的条件，在我们这儿找个门当户对的应该不难。结果他一开口，我差点没噎住，丽姐，我要求不高的啦，你帮我看看吧。然后他就开始报要求了。首先呢，对方必须是名校毕业，最好是有留学背景，年收入要求至少税后80万，有房有车是基本的，最好是市中心的大平层。年龄不能比我大，最多小3岁，身高要1.8米以上。我一听就愣住了，这还叫要求不高？就他这些条件，我们这儿符合的优质男士，随便娶个年轻貌美的小姑娘不香吗？我好言相劝，小陈啊，你看啊，你提的这些要求，说实话有点不太实际。现在这个市场行情，你也是过来人了，是不是该适当调整一下心态？结果这话把他给惹急了。丽姐，你这话什么意思？我条件这么好，凭什么要降低标准？我工作能力强，长得也不差，又有气质，找个条件好点的男人怎么了？你们这些媒婆就是喜欢让女人降低标准。我一听这话，火气也上来了，但还是强压着脾气继续劝。小陈，不是丽姐说你，你自己想想，你现在确实是事业有成，但在婚恋市场上，年龄真的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你要求对方比你小，还要这么多条件，这不是刁难人吗？再说了，你自己分析一下，那些符合你条件的男士，他们会找一个年龄比自己大的女性吗？咱们都是成年人了，就事论事，不是歧视，这就是现实。小陈听了更来气了，怎么，我们女性就活该为了结婚将就？我有车有房有存款，凭什么不能挑？那些男人可以找小的，我们女人就得被迫接受年纪大的，这不公平。哎，我叹了口气，心想这姑娘怎么这么钻牛角尖呢？我继续耐心解释，小妹妹，不是丽姐说你，你这想法就不对。婚姻不是做生意，不是你有多少资产就能换多好的条件。感情是互相的，你得考虑对方的感受和选择啊。这才是第一次接触，我就知道这个案子不好办。但本着职业道德，我还是答应帮他物色相亲对象。不过我也把话说在前头，我可以帮你找，但是你得调整心态，不然很难成事。谁知道后面发生的事情比我想象的还要精彩。这不，第二天我就给他安排了第一次相亲。第二天我还真给小陈安排了一个条件不错的男士，这位小张，是本地一家上市公司的技术总监，今年32岁，身高1.78米，长相周正，年薪也有60多万。虽然不到小陈要求的80万，但也算是非常优秀了。见面定在一家环境雅致的茶馆，我特意提前到场，想着两边都把把关。小陈倒是很准时，穿着一身名牌套装来的，妆容精致，一看就是精心打扮过。小张来的时候，我看得出来他也很用心，穿着得体，还拿了一束花。两个人刚开始聊得还不错，互相介绍了一下工作和兴趣爱好。可是好景不长，在聊到房子车子的时候，小陈开始各种试探，你的房子在哪个区啊？多大面积啊？是学区房吗？车子是什么型号的？小张倒是实诚，如实回答说，我现在住的是2环外90平的房子，车子是普通的丰田。小陈一听这话，脸色立马就变了。哦，那你有换房的打算吗？我觉得至少要住市中心，而且面积要大一点，不然以后怎么住啊？小张听了这话，眉头微微一皱，房子是可以换，但也得循序渐进吧。而且现在的房子住着也挺好的，位置虽然不是最核心，但是环境不错，小区管理也好。谁知道小陈直接来了一句，那不行啊，我现在住的可是市中心160的大平层，总不能结婚后往小房子搬吧？再说你这个收入水平要攒多久才能换大房子啊？这下好了，小张的脸色也变了。陈小姐，我觉得你这话说的不太合适。
婚姻不是做生意，你这样把物质条件摆在第一位，是不是太功利了？小陈立刻反驳，我这怎么功利了？难道结婚不应该考虑现实问题吗？我有车有房，收入也不低，凭什么要降低标准？小张听到这里，终于忍不住了，说真的，你这想法让我想到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什么比喻？小陈一脸不屑地问。就像二手车一样。小张冷笑了一下说，明明是开了好几年的车，非要卖个新车价，而且还挑3减4，嫌弃买家给的价格低，被人开过这么多年了，凭什么还要卖这么贵？小陈一下子站了起来，你说谁是二手车？你这人怎么这么粗俗？我赶紧想打圆场，哎呀，小张你这话说得太重了。但小张显然已经忍了很久，我粗俗？你刚才那些话就不功利了？你自己想想，你都35了，各方面条件也就那样，还非要找比你小的，要求这要求那。你扪心自问，如果你是男方，你会找个比自己大的，还这么多要求的女性吗？小陈气得脸都红了，你懂什么？我这是有自己的标准。女人现在都独立了，凭什么不能有追求？你们男人找小的就可以，我们女人找条件好的就不行，你们这是双重标准。眼看着场面要失控，我赶紧出来打圆场。好了好了，大家都冷静一下。这样，今天先到这里，要不各自回去考虑考虑。但小张已经站起来准备离开了，不用考虑了，丽姐。我觉得和这样的人没什么好聊的。我觉得你这个红娘也够可以的，怎么介绍这种人给我？这下我也被气到了，但还是得保持职业素养。看着小张摔门而去，我这心里也是1万个委屈。做红娘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被人这样指责。我转头看向小陈，他还在那儿生闷气。小陈啊，我忍不住说，你也看到了，我给你介绍的男方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可是你这态度，真的很容易把人给吓跑。结果小陈不但不反省，反而开始数落起我来了。丽姐，说真的，你这介绍的什么人啊？这么没素质，动不动就拿女人跟二手车比，他才配不上我呢。你看看他那房子那车，一看就是个没什么上进心的男人。我这个气啊，真是不打一处来。小陈，你知道现在北京这房价多贵吗？人家32岁能在2环外有套90平的房子已经很不错了。你倒是好，坐享父母现成的大平层，反过来还好意思嫌人家房子小。再说了，人家年薪60多万，比很多人都强。你非要在第一次见面就打听人家的财产，还各种挑剔，这不是把人往死里得罪吗？小陈听我这么说，眼圈一下就红了。丽姐，我以为你会理解我的。我今年都35了，不抓紧点，以后机会只会更少。我这不是挑剔，我这是有底线有原则。你知道我身边那些闺蜜们结的都是什么条件的老公吗？豪宅名车都是标配。我这个条件找个差不多的不过分吧？我真是被他这话给气笑了。你那些闺蜜结婚的时候多大？人家是什么时候认识的？你现在拿这个来比合适吗？你自己好好想想，你平时上班工作那么忙，连相亲都还得挤时间。你觉得那些条件特别好的男士会愿意找个整天忙得脚不沾地的大龄女性吗？人家图什么啊？小陈被我这么一说，突然捂着脸哭了起来。那我就活该嫁不好吗？我事业心强也是错了吗？我现在赚得多又怎么了？为什么男人有钱就是优质，女人有钱反而还要被人嫌弃？看他哭得这么伤心，我的语气也软了下来。傻姑娘，丽姐不是这个意思。你优秀是优秀，但是你要认清现实啊。这个社会就是这样，你非要跟现实对着干，受伤的只会是你自己。再说了，婚姻难道就只看物质条件吗？感情呢？人品呢？性格呢？你今天倒是问人家房子车子，问过人家的兴趣爱好吗？问过人家的人生规划吗？问过人家对家庭的态度吗？小陈抽泣着说，那些都是虚的，现实点不好吗？我真是哭笑不得。你说这话就外行了，感情恰恰是最实在的。你看看那些离婚的，哪个不是因为感情不和？你见过几个因为房子小车子便宜离婚的？哎，我不由得叹了口气，你这样的例子我这些年见得太多了。给你讲个事情吧，去年我接待过一个女孩，条件跟你差不多，也是事业心很强的那种。她一开始也是各种挑剔，
结果后来错过了好几个不错的机会。现在呢？小陈擦了擦眼泪问道。现在人家放下身段，嫁给了一个比她小2岁的创业者。那男方虽然当时事业还在起步阶段，但是为人特别踏实，对她也很好。你猜怎么着？这才1年多，人家公司上市了，现在小两口感情特别好，前段时间还有了孩子。小陈听了这话，沉默了好一会儿。可是丽姐，我们这个年龄的女性真的很难不计较这些啊。你看我闺蜜圈里，谁不是在相亲时各种打听对方条件？那是因为你们都误入歧途了。我一拍桌子，你们现在就是思维被固化了。好男人就一定要名校毕业，就一定要有豪宅名车。我问你，你认识的那些夫妻里面最幸福的是不是首富？小陈被我问住了，支支吾吾地说，倒也不是，那不就得了。我乘胜追击，婚姻是一辈子的事，不是简单的物质匹配。你得找个真心待你好的人，而不是光看对方的银行账户。你今年是35岁，但你要知道，这个年龄段的男人到底在找什么样的另一半？他们更看重的是一个女人的温柔体贴、情商智慧，而不是她开什么车住什么房。小陈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那丽姐，你说我该怎么办？首先，你得调整心态。我正色道，你得学会欣赏一个男人真正的价值，而不是他表面的条件。其次，你在相亲的时候要学会包装自己，不是炫耀自己有多少钱，而是展现你的善解人意和生活情趣。你看看今天，你一上来就打听人家房子车子，搞得跟查户口似的。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男方，你会觉得舒服吗？小陈有些难为情地说，我这不是想了解真实情况吗？了解是可以的，但是方式方法要对。我继续说，这种事情要委婉，要循序渐进。你先跟人家聊聊共同话题，培养感情，等混熟了，很多事情自然就知道了，何必急于一时。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拿起来一看，是小张发来的消息。我看了一眼手机，不由得笑了。哟，小张发信息来了。他说什么？小陈有点紧张地问道。他说他刚才的话确实说得太重了，想让我转告你说声抱歉。不过他也说了，希望你能理解他的观点。他觉得2个人在一起，互相欣赏和理解比物质条件更重要。小陈低着头沉默了一会儿。其实，他刚才说的话虽然难听，但好像也不是完全没道理。这就对了吗？我欣慰地说道，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多年的红娘成功率还不错吗？因为我懂得婚姻不是一场交易，而是2个人的真心相待。我记得有一对去年在我这儿认识的夫妻，男方是个普通工程师，女方比他大3岁，是个主持人。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女方就被男方的真诚打动了。你猜他们现在怎么样？幸福得很，前2天还特意来看我，说是准备要孩子了。小陈若有所思，丽姐，我好像明白你的意思了。其实我也不是真的那么在意物质条件，可能就是身边的人都这样，我也就随波逐流了。我拍拍他的肩膀，你能这么想就对了。我跟你说，咱们找对象，与其找个条件特别好但是看不上你的，不如找个条件差不多但是真心爱你的。再说了，人这一辈子，房子车子都是身外物，最重要的是找个能陪你白头到老的人。那丽姐，你还愿意继续给我介绍吗？小陈有点不好意思地问。当然愿意，不过你得答应我，以后见面别一上来就查户口，要学会用欣赏的眼光看人。你要相信你这么优秀，一定能遇到对的人。小陈破涕为笑。好，我答应你。那个，要不你帮我问问小张，看他愿不愿意再见一面？我想跟他当面道个歉。这就对了吗？我开心地说，放心吧，这事儿包在我身上。看着小陈离开的背影，我长舒一口气。做红娘这么多年，最开心的就是看到相亲对象能放下偏见，敞开心扉。婚恋市场确实现实，但真爱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条件互换。后来啊，小陈和小张真的又见了一面。这一次2个人都放下了成见，认认真真的了解了对方。虽然最后他们没能在一起，但是小陈的心态确实变了。现在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是个比他小2岁的大学老师，2人感情特别好。这不，前2天他们还来请我喝喜酒呢。哎，说起来呀，这现在的年轻人
要求是越来越高了，但是找对象这种事情真的不能太过功利。感情这东西讲究的是两情相悦，互相欣赏，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好啦，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如果你们觉得有意思，记得点赞订阅哦。咱们下次再见。